哟，黄蜂的870到了，哎，怎么样？只要298。你这个能跟咱们这个 AK 比吗？看看咱们这个质量，咱们这个做工。哎，怎么的？穷人不能玩水弹了啊！哎，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？来嘛！来，我喊3、2、1啊！来，3、2、1。大家应该还记得，黄蜂工作室在去年发售了这款以 Nerf 为原型的现代发射器。两片塑料壳如今看起来有些廉价和粗糙，但正是这套玩具开启了蹦动抛壳水弹发射器的新篇章。没过多久 ，UDR 的1014和 AK 的870就接踵而至。我对抛壳玩具一向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，那这次黄蜂带来的超短款雷明顿870，自然我是第一时间就拿到手开撸了。相比初代抛壳喷的没有任何标识的散装纸盒，黄蜂这次小小的进步了一些，终于可以看到它们 Wasp 的标志了。包装内部也用上了吸塑内衬，魔术贴臂章小礼物显得很用心。包装里可以看到一支短款870发射器和随枪附送的4颗弹壳，拿出来以后，发射器里也塞得满满当当，连枪膛里都压进了1颗，9发弹壳直接拉满，属实良心。黄蜂这支发射器以10寸超短款雷明顿870为原型，弹舱盖、枪机和扳机护圈选择了紫色作为保护色，给人一种闷骚的感觉。发射器全长64厘米，对于一支霰弹枪来说，身形短小精悍，整枪重量不到860克，拿在手上很轻巧。一体成型的机匣表面处理不算特别精致，虽然主体采用尼龙材料，凹凸不平的漆面反光还是透露出强烈的廉价感。抛壳窗里是紫色的尼龙枪机，铝合金抓壳钩安装在前端。枪机中间有一段凹槽，可能是为了枪机运动专门设计的轨道，还原度打了一些折扣。拉开枪机，内部可以看到金属材质的抛壳艇，抛壳系统的强度有保障了。抛壳窗下方印着黄蜂上校的最新款 logo， 机匣后方2颗金属销钉用来固定扳机组件，销钉尺寸没有还原真铁的大小组合，位置也和真铁有一些区别。据说是向内部结构进行了妥协。机匣下方金属材质的脱弹板活动顺畅，表面呈现氧化后的铝合金本色，没有经过抛光处理。扳机护圈也是一体成型结构，后方的圆形保险按钮向右拨动就可以锁住扳机。左侧组铁没有做出实际的功能，即使不拨动组铁也不会影响机筒和枪机的运作。机匣左侧只有一个870马格南的铭文，表明这支发射器的原型发射的是12号马格南弹药。由于是超短款，这支870没有使用常规的肩托，而是一节纺锤形的小握把，看起来有种奇妙的即视感。透过尾部的圆孔能够看到气缸弹簧，也就是说黄蜂这支870的气筒有一部分放在了握把里，气量应该挺大的。握把底部的开槽里有一根很长的金属簧片，抠下扳机，簧片会向上抬起，应该是起到扣住气筒的作用。不过这个开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握把的握持手感，稍一用力的话可能会有些硌手。前节的双通延伸到枪管5厘米左右，和机匣使用机米螺丝固定。枪管和弹仓都用了铝合金材质，在这个价位上显得非常良心。一体式的尼龙机筒和 AK 一样，通过两侧的金属连杆和枪机联动，尺寸比 AK 要稍小一些，不过用料足够扎实，撸起来很过瘾。枪管和供弹管用一个塑料卡扣固定，枪口前端有个菊花一样的内管稳定环，铝合金内管卡在菊花里。随枪附送的塑料弹壳外径 19.5 毫米，尺寸和1014的3孔弹壳类似，长度偏短一些。单孔设计，底部有一圈缩进用来阻弹。整支发射器采用全分体结构，枪管、弹仓和绝大部分受力部件都使用了合金材质，各个零部件组装紧密，没有这个价位常见的松垮的感觉。小巧的枪身也非常适合拿在手里把玩。拉动机筒，枪机随着连杆后退，抓壳钩抓住枪膛里的弹壳，撞击抛壳顶，弹壳弹出，阻弹片暂时弹开，释放弹仓里的弹壳到脱弹板上。枪机归位闭锁的同时，脱弹板抬起，把弹壳推进枪管。气筒后置的设计让枪机运动的行程达到最大，
相比 AK 会留一节枪机在抛壳装的状态，黄蜂的870显然更加还原真铁。弹仓可以4+1装填，装弹口边缘的倒角使得整个装弹过程非常流畅，弹壳装填没有任何阻力，不需要打磨就能实现双发甚至4发的快速装填。整个系统运作没有一丝卡顿，抛壳机构工作稳定，可以尽情的抛壳，玩起来酣畅淋漓。超大气缸带来了另一个优势，就是充沛的气量，单发初速超过80以上。对于一支抛壳玩具来说，这个性能完全超出预期，可以用强悍来形容了。不过可能是弹壳毛边比较多，碎弹的情况时有发生，最好自己把弹壳边缘处理一下。从黄蜂的首款抛壳玩具就能看得出来，黄蜂的设计理念从来都不是追求极致的外观还原，它也不会在质感和漆面上耗费太多的预算，它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好玩。为了内部设计，可以随意对外观进行调整，这也使得黄蜂发射器在结构上总是能做出一些巧妙的创新。这支超短款雷明顿870虽然谈不上什么颠覆但在目前市面上几款蹦动抛壳玩具当中，它的结构的稳定性其实 AK 也要稍逊一筹。首发298的售价，全尼龙分体，金属套管小零件，加上流畅的抛壳体验，这样一款性价比极高的发射器，对于抛壳有独特喜好的水友，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的。想要了解更多发射器相关的信息，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并且下载 SD- 水弹论坛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